大家好，非同凡响。我们今天呢要谈三个问题哈，叙大事嘛，三个主要的大事呢，我觉得应该要分析的。第一个是美国呢渴望减税，好，那减税的你要减掉的这个税收，你总要有一个收入，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哈，所以减税福利又会增加，那来源从哪里来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德国的选举出来了，好，这个联邦的大选呢，很清楚的，德国整个向右转，而且这样的一个投票率82.5%，这是创下二战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投票率哦？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包括失业率，包括德国的国际参与，这是一个转捩点。所以呢，转变的时候到了，大家出来投票，应该要表态。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然后现在可能出任党魁，然后可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谁，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再来就是乌克兰，还是要回来谈乌克兰哈。乌克兰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不是表面上要不要去开稀土，要不要去弄矿权，而是乌克兰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把饼做大。不但把饼做大，而且避免官僚的贪污腐败。那其实呢，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三个问题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可是它还是有关联性的。我认为这个关联性还是回到伊隆马斯克正在美国推行的这个 Doge 哈。好，大家晚安。那我们就先来谈第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可能减税？因为事实上，在川普当选之后，他那时候又被这个《Time》杂志票选为封面，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就找来他那时候要推的，现在他这一些内阁成员大部分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可是当时他推的这些内阁的成员呢，有很多都还没有经过，没有把握哈，可以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可是他找这些内阁的成员一起排排站。他当时就说了一件事情了，他要把所得税，有关于这个企业的所得税哈，他要把它降到15%。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回到美国来做生产制造，那我就把你的所得税降到15%。这一条啊，调非常的多，从20几%、21%降到15%，那几乎你的年度的这个盈余非常高的一个 margin， 一个利润全部都在里面。那可是个人的所得税呢？那事实上，在这个月的月初，白宫他的记者会啊，有一次他的记者会呢，不是由现在白宫的发言人来主持，而是推了一些经济学者、专家学者，白宫现在的顾问群来回答记者的问题。那当时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今天跟各国抽了这个高关税，然后现在又要说什么对等关税原则，避免谈判的时间非常的冗长，我直接用对等关税原则，你扣我多少我就扣你多少。也就是说，他要把企业这些在做国际贸易企业，他们因为关税趋近于零，他们把这个趋近于零的这个关税其实赚走了，他要从几乎就是华尔街的手上把这个关税给拿回来。这个你可以说是川普个人的迷信，他反正呢就认为全球化整个的盘算下来呢，美国吃亏了。美国政府曾经在没有全球化之前，也就是说100年前，当时呢，美国的主要的联邦的收入不是靠所得税，而是靠关税，靠关税就可以养活这个政府了。那既然如此，他可以做到一点什么？只要他的关税掐得够准的话，他就可以豁免个人的所得税。再讲一遍，他可以豁免个人所得税，然后企业所得税他也可以把它降到最低。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民，然后有一年，不要说每一年都不用缴所得税，有一年的所得税你不用缴的时候，你会不会乐翻天？
你还会在乎说，因为它的关税抽了关税之后，那很多的消费品啊，价格会上涨啊，你会在乎这个吗？不会，因为你负担得起这些农产品、日常所需的这些物品，那你只要负担得起，免了所得税之后，你等于多了一笔收入。所以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很快的他们就会知道联邦政府为什么要改革。而现在联邦政府要改革，他要 Doge 讲效率，他当然要把这些冗员给开除嘛。可是开除这些冗员呢，一定会得到反弹。这个也是我们分析过哈，从头到尾为什么华盛顿 DC 联邦的政府的这些雇员几乎都在华府，其他还有一些散布在那个不同的州啊。那这些人为什么反对川普？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很多的主张，他主张小政府，光是主张小政府这一点，联邦的这些官员、雇员就不应该投给川普，因为你不知道谁会丢工作。可是他真的当选之后，彻底执行小政府的时候，那这些人当然会反弹，可是他在全部的人口里面，毕竟占少部分。于是呢，大部分的人就是拍手叫好。那被影响到的人呢，真的很抱歉，你得自己去找工作。但也不会那么悲惨，就是因为他还是有社会福利，所以你短时间找不到工作没有问题，社会福利会支持你，你的生活不会出问题。可是长时间呢，你还是要进入民间机构啊。当然，你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要进入民间机构去做竞争啊，这当然有困难。我常常觉得以前在美国，只要你有时候要去这个监理所，在台湾说监理所，在美国就是 AMD 你必须要去汽车管理局去办一些驾照啦、换驾照啦，还是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个手续，你要排队排非常的久。然后你站在那个队伍里面，明明那个队伍没有很长，前面可能只有7、8个人，你可能要排1、2个小时，一个下午、一个早上可能就不见了。那可是里面的人呢？你看他们在聊天，然后很开心，然后做了几个事情之后呢，就变成他的休息时间，于是他就会去放风，他可能去喝个咖啡，或是去外面抽根烟，就是完全不讲效率的。长期以来如此，而且我们看到的，我们还能看到这一些的第一线这些联邦的雇员，可能都是临时雇员。真正的官员呢，在疫情的期间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岗位去上班。所以现在川普他用一个 email，总统最大嘛，在联邦来说，他呢要这个，他要，因为我看到有人写这个留言有点误解这个问题了，我再把它讲一遍，就是现在呢，川普下了一个行政命令，说他呢可以是总统嘛，所以他可以写 email 给所有的联邦雇员。那这件事情被反弹，他不是说要去进去你的信箱查你的信箱的内容哦，不是，是我可以写一封 email 给你。光是这件事情就被反弹了，因为他们把联邦的雇员的这些邮件、电子邮件的 address 当作是个人的隐私。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的 Google 的 Gmail 还是你的 MSN， 不是，这个是联邦政府的 email， 本来就是雇员之间跟主管啦，甚至跟民间单位在做互动的时候的 email， 这官方的 email， 而且有一些官员被要求不可以有私人的邮件，所以希拉蕊的邮件门的问题在这里，他违反了这个规定，他有私人的邮件不可以，你当这些高官的一定的位阶以上，你不可以有私人的邮件，你只能可以有官方的邮件。
而现在川普为什么要发信给每一个联邦的雇员呢？因为他想要知道我们可以直接调度这些联邦的雇员吗？你如果不能直接调度，代表民选的政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政府，明白吗？民选的政府就是 democracy， 就是民主。那当然总统是最高的指挥官，他当然可以直接跟每一个雇员联系上。那如果他是另外一个官僚体系，这个官僚的体制呢，他完全不受指挥，他有自己的行政命令，他有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方向，那等于是有另外一个政府存在。那这个政府呢，长长久久的存在，我管你民选的政府4年一轮，可是呢，真正在运作这个政府的其实是我们这一群人，光是要突破这一点都做不到了。那现在川普非常的坚持，一定要突破这一点，而且呢，他要求这个在限期以内，现在联邦雇员每一个人都会收到一份邮件，而这份邮件要求他要汇报他上个礼拜的工作内容。如果他没有在期限之内完成这个工作的话，就视为辞职，当然就直接被接受了嘛，因为视为你已经辞职了。这个是整个美国的问题。好，然后斗局呢，他到现在已经抓到很多的弊端，所以呢，也节省了非常多的经费。节省的经费，他们打算做什么？第一个，社会福利要增加，然后健康保险这个福利跟给付要增加，也就是说实质的所得渴望增加，省下的钱本来就要这样做嘛。但是我们可以理智的去判断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不是减少联邦的支出，跟你斗局抓到这些不应该浪费的支出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原本可能1年的税出，我原本是花掉1兆好了，可是呢，我现在发现说其中有一半，好，有5000亿被浪费了，可是我把它抓出来之后，我一样把它填补在另外的窟窿，我还是把5000亿拿去花掉，所以你的税出还是1兆，还是说因为我把这些窟窿发现了，这些都是弊端，我们不能在这上面花钱，所以我抓出来5000亿的弊端，我只花5000亿，另外那5000亿我照花，我省下5000亿，那每一年呢，我就可以还一些国债，国债停止增加，而且我每一年清偿国债，就没有破产的危机，这真的是两回事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等着看他怎么样去平衡他的财务报表。他的收入要增加，他现在靠着关税收入增加了，然后他希望增加的关税可以去让所得税的这个部分可以减少，那代表你并没有增加，你的税出这收入要从哪里来？那他砍掉一半的支出，所以整个财务报表的平衡，最后我们还是会看出来他的税出是不是增加了。这个也就是说，川普为什么他当然知道啊，我今天在乌克兰上面我去要钱，而且要的这么狠，要的这么急，当然很难看，可是他不在乎，他管一件什么事情，我今天是一个 CEO， 我是这个国家把它当做一个大的公司来治理，我是这个国家的 CEO， 我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这个公司快要破产了，我要避免它破产啊，这个绝对是第一要务啊。那如果破产的话，什么都不用谈了，是不是？所以呢，第一个我要争取民意的支持，那民意在哪里？到目前为止，斗局的支持度呢是远高于反对，所以这个方向没有错。那伊隆马斯克跟川普就继续在斗局上面挺进。好，然后接着他要争取民心，那2年后的期中选举，他一定也可以取得胜利，目标是这样嘛哈？那在4年后的再一次的美国大选，共和党也可以取得胜利，他的目标一定是如此。那么减所得税一定是他会做的一件事情。现在看各种迹象，就是他真的要减他的所得税。好，也许在2025年这一年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好，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哈，因为他还是需要
更广泛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精算哈。因为如果关税的策略成功的话，那它可以减少美国民众的负担，然后推动制造业的回流，那把高关税促成的企业将生产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哈，来规避成本的这个事实，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你不管给企业科什么东西，到最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只要属于 grocery 这一部分，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它不要涨价就好了，生活必需品不要涨价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它降低这个天然气、石油的汽油的价格，那对于民众来说，那是非常有感的，减少你的支出，减少你的支出，减少你的税，那就实质上增加你的收入。好，那所以关税到底能不能达成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啊？我们且拭目以待。但是事实上，白宫的记者会已经这么说了哈。好，这是第一题。那好，谢谢大家的抖内，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呢。谢谢千鸟的抖内送出汇集，好，谢谢德伦，谢谢抖内。好，那好，再来就是我们看德国的这个大选好了哈。这个德国的大选的结果出来了，然后呢，保守派联盟获胜。那第二大党当然就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那我怎么看德国另类选择党的主张啊？它都不是所谓的极右派，它本身它的党魁可能就是一个同志，对不对？所以它也不是反同。那你说共和党反同吗？共和党也不是真的反同，他只是觉得你不可以 DEI， 你不能 LGBTQ， 你不可以反过来霸凌其他的性别的选择的人，如此而已。所以像川普他的财政部部长也是同志嘛哈，所以我看另一个选择党的主张，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极右不极右的问题。但是我们来看最后的选择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哈，就是CDU 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或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哈，就是以前梅克尔那个党。梅克尔那个党呢，他现在是以 28.5% 得票率变成最大党哈，然后他得到了208个席次。可是你如果要执政，你必须要至少有316个席位，因此他要去找别人跟他合作，才能够联合执政。好，那另外2个比较大的得票率的党呢，第2名就是另类选择党，就是美国副总统 Vance 他们所支持的哈。那当然，伊隆马斯克非常支持这个 FD， 他以 20.8 的平均全国的得票率，他在德国东边的表现更好哈。他全国的表现是 20.8 的这样一个得票率，位于第2。那照理说他应该可以拿到一些内阁的位置，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党要跟他合作，所以反而是第3名选第3名的人是谁呢？是社会民主党，他微微有点偏左哈，得票率比他低很多，只有 16.4， 他只拿到了120个席位，在议会里面另类选择党拿到152个席次，然后他反而没有办法执政，因为没有人要跟他合作哈。可是他仍然已经往右走了，尤其是有一些政策，过去曾经有人在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德国或者说我们讲 BBC 英国在谈这个新的总理叫做梅尔兹不是美乃滋，梅尔兹梅尔兹是谁呢梅尔兹的年龄他是1955年出生，然后他也是律师，他短暂曾经当过律师，然后他自己的父亲是法官，他的太太也是法官，所以他在法律的这个领域很娴熟。然后他来自西德，他虽然说跟梅克尔是同一个党，可是他来自西德，而梅克尔来自东德，所以2个人的做事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过去他们在同一个党，可是梅尔兹是被梅克尔所排挤的，所以他一度淡出政坛，甚至有退出政坛的这样一个趋势
好，可是现在呢，没有人知道，就是说他竟然可以咸鱼翻身，然后得到执政的机会。好，那他的主张是什么呢？他其实曾经在某一些议题上面跟 FD 合作过，然后当时梅克尔已经是退休的，已经是卸任的总理了，他还曾经站出来指控，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跟 FD 来合作？好，所以呢，他在移民的这个议题的问题上面，哈，他事实上跟前总理梅克尔的主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移民的这个议题上面，他跟 AfD 的主张是比较接近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整个德国，他在移民的问题上面，他会被比较倾向是像被川普的天空所覆盖吧，因为这个就是民意。现在的民意呢，就是德国也要跟美国一样，美国 MAGA，德国也要 MAGA，因为他是 Germany 嘛，哈，所以他也可以说他是 MAGA 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他们会不会亲中，以及整个改变亲中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那因为德国呢，它其实还是主要是汽车厂。如果说他仰赖汽车厂，然后还期待中国这个市场的话，那真的是不切实际。那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怎么解决他长期以来因为梅克尔执政的整个过程中，长达16年的时间吧。那亲中甚至对于中国的一些人权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有些避而不谈的。就这一点，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那我们且拭目以待。因为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党不亲中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大汽车厂的因素。所以呢，过去市场在哪里，他们当然就是亲哪一个环境嘛。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哈。但是经过这一次选举，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在左右之争的这个钟摆啊，德国确实已经微微往右边摆荡回来了。所以几个方向，第一个，它不会再以欧盟为优先。好，虽然说德国在欧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他自己的国家呢，有一些他自己的传统的价值，他自己的利益，他当然不会退出欧盟啊，不至于像英国做的这么极端哈。可是呢，他不会那么的仰赖用欧盟来执行整个国家的政策，取代国家的政策，应该会往右边微微摆荡回来哈。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方向。好，所以全球化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可以接着说哈。好，我们先来谈乌克兰，就是今天已经预定好要谈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那乌克兰呢，我看大家的留言还是非常的强烈，为什么会有强烈的情绪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我再讲一遍啊，我个人的主张是，我不同意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我不同意，因为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但是呢，有关于川普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分析过了，台湾应该要尽快的提出我们的一揽子的方案，因为显然到目前为止，川普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复案。对台湾，他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台积电，在讲晶片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对来说容易解决。可是台湾跟美国的合作的关系，绝对跟乌克兰那是更深的关系。乌克兰毕竟远在天边，对于美国来说，它没有那么重要。这个也是美国副总统 Vance 或者他的国务卿Rubio 一再谈的，就是对于台湾对美国的影响，跟乌克兰对美国的影响来说，那台湾当然是重要100倍。这个事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它，也没有必要去夸张它，因为它就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因此，乌克兰跟台湾的问题完全不能等同。虽然都有一个神经病乱切历史，我在历史上面一刀切，说
自古以来乌克兰就属于当时的苏联或是俄罗斯，你自古以来切在什么地方？而你自己一刀切之后，自己解释历史，然后就主张我可以进攻你，我可以攻打你。就算他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也不是你可以现在攻打他的理由。人家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嘛。好，那他内政的所有的问题应该要内部解决啊，不然你整天说不可以干涉别人内政，结果你自己在干涉别人内政。好，那台湾也一样。我们来看台湾的问题，台湾甚至从来没有中共的治权，从来没有踏入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不止台湾，台澎金马它都没有踏上来。那你如何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呢？那中国是什么？那中国在前面我们讲说这个历朝历代，汉唐什么元明清，到了清朝之后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之后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中华民国现在好好的啊，他还活着，你承不承认他都还活着？你的疆域虽然改变了，但是他还活着，这个政体从来没有灭亡过，他就在台湾。那这有一个历史的因素，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政体还存在，你从来没有治理过台湾。所以我们谈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如果今天台湾独立的话，那金门也可以独立，为什么？金门在清朝的时候它属于清朝，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它属于中华民国。如果今天台湾独立了，那金门仍然是中华民国，它是一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早的一个存在，所以它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中华民国。那它也可以有自己的货币。金门曾经因为是战地，所以它有自己的货币啊，然后它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军队啊，还是他主张它是永久中立国，跟瑞士一样，它可以中立起来啊。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主张住民自决的话，那马祖、金门、澎湖都可以住民自决啊。好，你就主张台独的人其实不能去反对金门、马祖、澎湖要自决，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对不对？好，那这个自决当然不是跟别人一起投票，这个就是住民自决哈，就是当地的住民自己投票。也许投一投，他变成说我要投共都有可能。因此，公投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不能够很轻易的可以启动它？那也是很关键嘛。可能投票出来的结果未必是你启动人想要的这个结果哈。好，回来讲乌克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乌克兰跟台湾你不能相提并论了，但是台湾有一些经验，乌克兰是可以接近。什么经验呢？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台湾有一段时间仰赖美元，那这不是借了不用还啊，这个是要还的。除了有一些它是教会的赠与哦，比如说面粉啊，好，这些是人家民间捐赠的哈，那不用说。如果是官方的这个借贷的话，那是要还的，而且那是要还利息。好，那这部分的钱我们已经还了。还有什么好处？不还有什么好处哈？不还你当然觉得说不用还钱那是最好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能够把饼做大才是最好的。对乌克兰来说，能够把饼做大才是最好的。台湾真的可以接近。台湾当时呢，因为是一个威权体制，它不是独裁，但是它是一个威权体制，所以在两蒋的政权底下，确实有一些贪污舞弊的问题，但是普遍官僚的这个阶层呢，除了特权的那个阶层有贪污舞弊之外，官僚这个阶层还算清廉。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说蒋经国的时代，那些官员不敢贪污，那真正的贪污可能是到我们这个破碎的民主开始，李登辉执政之后，形式上有民主，事实上未必有民主，然后这些贪官污吏呢，就更大口的来吞食这个国家的资源，到今天为止都如此哈。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在蒋经国的执政的时期，什么10大建设啦，
然后整个国家的预算，央行非常的正常，以至于我们在1990年代那时候索罗斯所掀起的整个亚洲的金融的风暴，台湾没有被影响。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金融体系。好，然后呢，我们没有滥发货币嘛，所以影响很小，不像香港那个时候就入瓮了哈，就被索罗斯给锁定。那当时韩国也非常的惨，韩国到今天为止可能都还在还世界银行组织的货币组织的这一些借贷。那你等于世世代代的子孙通通都要变成这些债务的奴隶，所以不能只借钱，重点是你要怎么还钱。所以今天川普提出来一个5000亿的一个基金，然后用乌克兰的天然的资源投入这个基金里面，然后由美国来管理，就避免你贪污腐败啊。我们要从这个共同的基金里面把我们的钱拿回来赚回来，那有一半也是属于乌克兰啊。那把它赚回来之后，这个管理权还给乌克兰嘛。可是还没有赚回来之前，我可不能够再去挖一个钱坑出来嘛，这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乌克兰的未来的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会世世代代都在背负债务。有这个东西，它有机会啊，把饼做大。今天不是我今天投入一个矿产它现在市值估计可能是2000亿，然后呢，就2000亿，不是在谁手上，它的价值会完全不一样。那他甚至可以拿这个基金去发主权基金，就有更多的国际的资金可以进来，然后可以共同运作。那为什么你会有信心说我可以投入？就是因为有信心是后面是谁？后面是美国，大到不会倒，所以他做的主权基金，你有信心可以去投入嘛？然后不会战争了，所以现在的主权基金进入是最低点，将来会涨，那你就有机会，国际的这些金流就会进来了。你只要比当地的政府给的允许的银行的这种定存的利息还要高很多，那比这些股票市场的风险低很多。你在做一篮子的这个分配，做投资分配的时候，这种主权基金就有人会愿意投入嘛。就像其实选前到今天为止，川普还没有提出来哈。选前川普是说他也要成立一个主权基金，那台湾其实也可以用主权基金的方式跟美国来做合作嘛，甚至可以去投资美国的捷运啊。那事实上 LA 需要捷运啊，整个洛杉矶这个光是开车的问题是让人非常头痛的就是因为一开始它的整个交通的规划是错误的嘛，它真的需要捷运嘛。那整个加州这么有钱，它也需要高铁啊，台湾也可以去盖高铁啊，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相对的投资嘛？而且高铁因为涉及安全的问题、国安的问题，可能不适合中共去投资。可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好，这么密切，所以去投资高铁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然后可以平衡我们两边的这个贸易逆差嘛，哈。好，所以一篮子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哈，其实是应该要做的。OK， 好的。所以我们在讲整个国际局势的改变，哈，其实这一些都跟斗局有关。我们第一段讲的就是现在美国它要改善它的整个联邦的效能的问题，当然要减少支出嘛。那其实联邦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人事的支出，人事的支出当然砍掉冗员是最快的。你本来你雇了100个人，那其实只有82原则，只有20%的人在做事，88是冗员，你要80%砍掉啊，20%的人继续做事啊，你甚至还可以调他的薪水，让他的福利更好。可是你没有必要养那另外80%的人啊。那相对的，你可以减少办公的空间，你可以省电啊，节能啊，有很多
事务的支出都会减少啊，是不是？那而且还更有效率，这有什么不好？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可以被 AI 取代，被机器所取代，那就让机器来取代它。包括邮局啊，它可能是机器人，或者是用这个 drop 哈，就是大的邮车开到这边之后，它就用这个 drone 去送这些邮件或投递包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节省人力的地方嘛。那人应该要被用在哪里？人的时间应该要被用在更精准的地方，更正确的地方。所以人的人力资源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联邦现在释出这么多的人力，那也让就业市场不需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靠移民吗？我们就业市场就可以马上注入一些活水。那这些人好不好用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从公家机构进入私人的机构，他所要适应的调整的当然非常的大啊。就这个部分未必一个萝卜一个坑啊，真的可以从公家机构跑到私人机构去上班，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跨度。从私人机构跑到公家机构去上班可能比较容易，反之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跨度。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人，所以他要养活自己，那他就必须要适应，要去私人机构找到工作，因为现在联邦没有提供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影响其实都只是在联邦的层次，州的部分川普是管不到的，所以这些人也可以跑到州的层次，或者是 county 啊，好，这个各县啊，这种一样是公家机构，可以继续找公家机构的工作，那就要看这些公家机构是不是真的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了哈。好，所以整个来看，包括乌克兰，它也跟斗局有关。如果今天乌克兰它签了一个和平协议，然后它不斗局的话，这个国家一样没有前途啊。贪污腐败怎么会有前途呢？所以全部的事情都是挂钩在一起的，包括德国也一样。德国今天有各种问题，但是因为德国它基本上的工作的职人的精神还在，准时的这个精神也还在，虽然已经不像几年前这么的一板一眼了哈。那个公车的出发的那个点是不是非常的准点？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糟奸哈，有点开始走中了。像奥地利常常那个就不准点哈，这个已经是习惯了，它的民族性不太一样。虽然说都什么奥匈帝国啊，什么德国啊，这个是已经不一样了。德国现在有一点点不太准时了，但基本上他的职人精神还在，所以这个国家只要他斗举，那他效能提升，也一样是小政府，他一样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因为整个科技的这个领域，最强的科技，最重要的有知识含金量的这一些专利，大量的是拥有在美国的企业手上，美国人手上。可是以这个国际经济的这个雁群理论，那飞在美国后面的两只雁，在欧洲一个就是德国，在亚洲就是日本，然后接着下面就是帮他去管理这些生产制造的，主要就是以前的亚洲四小龙，现在还是一样，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主要在生产制造上面是属于管理阶层的这一块，代管、代工。那再往下就是这些所谓的世界工厂啊，以前的中国，现在的印度。所以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到今天为止，掌握科技的知识含金量，德国还是在前面。就这一点，我认为德国整个经济要翻转啊，他只要忍耐一段时间，应该是有机会翻转的。可是跟斗局也不可以分家，你跟斗局分家的话，你还是一样脱离不了现在整个问题。因为过去西德吃下东德的时候，而东德呢，整个资源各种资源被掠夺到俄罗斯去，东德非常的贫困。在穷困的情况底下，西德、东德合并，西德不断的去输送
这些福利利益去支撑东德，可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让德东可以经济上面可以很多失业率比较高嘛，哈，所以整体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其实还是要透过斗局。所以现在美国的做法，只要同样一套方式可以落实在每一个政府的话，精准的支出了，那么就可以把这一些结余下来的这些经费放在人民的福利上面，甚至可以减税。那只要你人民勤奋，你又掌握技术，那你要整个工业转型，这个机会就来了嘛。尤其你本来就掌握了在机械工业上面，德国就是本来就是掌握在前面，它是排在世界的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只是说世界工厂移转到印度而已，所以你不能够一直在依赖这个中国的市场。中国也不会因为就是说他自己要开发他的电动车的市场，他也不会一直依赖欧洲的这些汽车嘛。所以你所有篮子都放在，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就是德国这几年来会产生经济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好，谢谢 NIG， 谢谢，谢谢，谢谢支持，谢谢斗内。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现在川普的影响哈。其实我们可以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 BBC 的文章哈。他说这个川普啊，他打破了全球的规范，2025呢可能像1989一样啊，会载入历史的史册哈。我们把这篇文章看一遍。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它是 BBC 写的哈。那 BBC 其实长期以来也有它的立场，但是这一篇评论我觉得挺有趣的哈，他的一些观点，作者是 John Simpson 哈。好，这篇文章很新啊。他说世界上哈有一些年份，特殊的年份，它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剧烈性的变化。他就举了3个时间点，那这个3个时间点呢，相距的时间不太一样。第一个，他讲到1968年，1968年其实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年。好，196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罗伯特甘乃迪被枪杀，对不对？好，芝加哥事件，那美国大选嘛，哈，然后那时候也是美国反越战的抗议的活动，1968非常的重要。1968那一年呢，苏联入侵捷克，巴黎骚乱，美国发生反越战的抗议活动。好，然后他讲到第2个就是1989-64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呢大屠杀事件跟柏林围墙倒塌跟苏联的帝国解体是同一年。好，再来就是他说他自己作者啊目睹了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2025年也应该要写入历史的史册。为什么呢？因为仅仅7周，这个川普执政哈，仅仅7周，2025呢就把一些世界运作的基本的假设都被送进了碎纸机。好，那根本的原因就是川普。好，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相片哈。第一张是 Getty Image 的哈，黑白相片，这个是越战。然后当时在全球呢掀起反越战的一个浪潮。好，所以他讲这个历史的因素哈，所以我觉得最近看历史真的是，以前对历史课没有什么兴趣哈，现在发现说这些历史你如果不深刻的了解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不明白过去就没有办法说清楚未来。所以他继续讲，他说自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朗普川普现任总统之前的13位美国总统至少口头上都遵守一套关键的地缘政治的原则。好，他怎么说呢？美国自身的安全取决于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的侵害，以及保护亚洲
然后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免受中国的侵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方向。可是呢，川普颠覆了这个做法，他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高于一切。然后这一些现实主要问题都在于美国将因此而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那第二张相片呢，他用的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的这个相片哈。基本上呢，他认为川普啊，这个他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些盟友来说，要跟上川普的脚步是非常困难的哈，因为他的性格让这件合作变得更加的困难。没有一个近代的美国总统，就连尼克森都不能像川普这样子让自己的个人特质来影响政治。那有一位退休的美国外交官说，川普像路易14，他把川普比喻成法国那个太阳王哈。这类的批评者认为呢，川普非常的虚荣，而且又极为敏感，因为他周遭的被任命的人呢，都不敢怎么样去反对他，不敢吭声，甚至咳嗽一下就说：“哎，总统，你可能不应该这样说。”比如说，他在批评乌克兰的时候，说泽连斯基腐败、支持度很低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不但没有提醒他不要这样讲，包括伊隆马斯克，甚至更进一步的说，泽连斯基被乌克兰人民鄙视，靠着吃乌克兰士兵的尸体为生哈。好，所以这些观点呢，是不是会影响全世界？当然会影响全世界嘛。所以他颠覆了什么？他颠覆了俄罗斯是美国的传统的敌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他要跟俄罗斯合作。那他跟俄罗斯合作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联俄制中，他要共同的，他认为最大的敌人，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好，然后因为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会让普丁呢逃过国际制裁，因为他需要普丁的全面的合作，所以他可能会让普丁逃过他入侵乌克兰的国际制裁。好，那所以呢，德国跟英国的外交官对于川普让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的方法，这个做法呢，感到愤怒。那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他手上有两张牌，第一是俄罗斯他是孤立的，是孤立的，所以呢，普丁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坐下来，被逼着要坐上谈判桌。另外一张牌呢，是要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如果说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先让这个很多人开始吵架，可是最终说，那既然这样子，那乌克兰就不要加入北约好了。可是欧洲各国政府都说这个谈判都还没有开始，可是呢，就已经有2张重要的底牌，欧洲认为的重要底牌。第一个，抑制普丁；第二个，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认为这2张牌就已经被川普丢掉了哈。好，这个分析大致如此哈，所以他认为2025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前几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川普他改变了80年来美国的战略，他过去80年来他前面的10几任的总统的美国的战略他把它改掉了，他把它拉回100年前的关税为主的收入，然后呢，他不再认为俄罗斯是美国头号敌人，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核武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让俄罗斯跟他合作，然后俄罗斯不可以跑去跟中共抱团绑在一起，只要俄罗斯不跟中共抱团绑在一起，而是跟西方国家绑在一起的话，那被孤立的将是中共。很清楚，你看得出来，川普的整个战略是这么走的，可是这个让他的欧洲的朋友们反应不及，到今天为止，
川普的欧洲的朋友们都对这件事情感到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回应。可是川普有没有骗你？川普有没有让你措手不及？其实没有。过去这1年来，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们可以预判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讲得清清楚楚。重点是你相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可是他讲得清清楚楚是有脉络的，所以我相信他会这么做。因此我们一步一步的判断，到今天为止都没有错。好，中共是不是美国现在主要的敌人？当然是。在川普的上一任，他就启动了美国当前危机委员会。上一次启动当前危机委员会是在1960年代，也就是越战时期的时候。那现在为什么重启呢？因为他发现他们从药物，从一颗阿司匹林都一样，都是靠中国生产。那如果他在药物里面参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你怎么会知道呢？因此很多东西不能够，它是一个战略的因素，你不能够因为是经济的利益，你在抓那个毛利，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外面给别人代工，你一定要美国制造，即使代价比较高，成本比较高，有一些跟战略相关的事情，你还是要自己生产。果然在2019年，他开始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隔年疫情发生，他发现他连口罩都没有，他连防护衣都没有，因此死掉了多少在第一线奋斗的医护人员。整个美国要改变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可是因为他没有连选连任，因此空白了4年。这4年这些议题拜登有接着做，但是并没有执行的非常的好。那这4年他痛定思痛，准备的非常的齐全，花了1年的时间跟全美的人民说服他们我要这么做，然后一上台才1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些事情乒乒乓乓就做了。我们以前觉得说他要去公布甘乃迪的这个档案，或者是要去公布哈珀斯坦的档案，可能都已经足以所谓的动摇国本，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斗局真的雷厉风行到这种程度。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些细部的数字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台湾也有一些单位，像这几天也有人抓出来啊，沈伯洋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他有一个这个组织，也是一个 NGO， 拿的也是美国 USAID 的钱呢，是不是？你们整天说谁谁谁怎么样亲共拿了中共的钱，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拿美国的钱？如果外国的政治势力都不应该介入的话，请问你为什么拿美国的钱？那你的 KPI 是什么？你的任务是什么？你还是要说啊。尤其你是一个从政的人员，到现在还是这个 NGO 的理事，这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所以这些资料接出来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更期待就是说，现在他继续去抓整个斗局进入国防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防部到底有哪些问题，全部把它透明化。有什么问题呢？你以前被这一些敌对的势力渗透的时候，他完全清楚你的内部的问题啊。然后国际这一些军火，这些黑暗市场在贩卖的这些军火，他们也都知道管道要从哪里来啊。你还不如把你的政府弄得公开透明，就不会再有人在那边上下其手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也可以看得到，到底台湾的军购有没有回扣？这回扣到谁的口袋里面？在台湾来说那是大事啊，可是就斗局这些团队来说，那有什么？我公布就公布啊，你如果政权会垮台，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而已。一切公开透明，我们期待这个斗局因为会计原理的关系，会从民间，会从银行的体系扩散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政府都没有办法不被斗局所覆盖。这将会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个斗局是绝对必要的。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整个政府的规律，然后
将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规律，所以或许我有一个观察，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深入分析哈。或许君主立宪的国家还会有相对的优势，为什么？因为君主立宪的国家，他就不需要投入这么多的金钱在选举上面，他只要选内阁就好了，就是议员的选举而已啊。那你如果又清廉，然后你又是君主立宪，它比民主国家每4年要改选一次，将会更有效率，而且更节省。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君主立宪，你又愿意使用斗曲啊，这未必君主立宪未必是不好的制度。好，那今天呢，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跟我们的预期也没有两样哈，就是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它现在变成了第2大党，那这个根已经扎下去了。相信他在他的主张上面又有伊隆马斯克的澳元哈，又有美国这些主要的政坛的人物的澳元，我相信德国要真的往右边转，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很快的，也许4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然后整个欧洲的转变也会是大概是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就明天见咯，每天都有大事可以谈，不要讲那些小事哈，这些毛毛雨呢，我们就不要再理它了。好，那我们就明天见。